结田桔梗现在是一名相貌出众、很会读书、擅长运动的女性，但也仅止于优秀而已。在结田小时候，各领域都相当出众，学校教的不说，就连校外才艺也都很在行。优秀的表现让她受到周围吹捧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偶像，很享受这份优越感。不过，跟常人不一样的是，她同时也怀有着极大的自卑感。每当她输给周围的谁，心情就会大幅动摇，产生心理阴影，更甚至会出现呕吐的现象。这状况在小的时候还好，毕竟能赢他的人少。但在他身上，国中见识到各领域上绝对无法胜过的对手后，他的压力再次爆发。为了逃离这份痛苦，他找到了一样他能赢过任何人的东西，那就是信任。他决定用比任何人都讨喜来得到优越感。为了这目标，他可以对恶男伸出援手，帮助讨厌的宠女，无差别的赐给他们虚假的笑容、虚伪的温暖。于是他成了不论谁都喜爱的大红人，自己也得到了幸福。不止如此，他还知晓了信任能带来的好处。一旦被人信任，这些人就会自动自发地吐出自己不想被其他人知道的秘密。掌握这些有如生命的重要资讯，令结田高兴的发抖，甚至认为这是自己存在的意义。由于结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有博爱精神，为了忍受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带给他的压力，他必须找到发泄口。这时，部落格就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他把他的所有不满全都发泄在那。起初，由于他是匿名写的，就算记录了班上的大小事，也没有人发现。但时间久了，还是东窗事发。这也造成了班上同学发现了结田的真面目。就这样，他开始被他帮助过的人攻击。被这样对待的结田，尽管知道这些人会有这些反应是情有可原，但他并没有沤下这口气。他开始了他的复仇。他把班上所有人的秘密，也就是真相，全盘托出，就连部落格没写到的那些，也全都公开。然后，那些本来针对结田的攻击，就全部转移到他们憎恨的对象。男生开始互殴，女生互扯头发，打倒对方，整个班级彻底瓦解。在经历了无人岛、体育季等大型活动后，时间来到了第2学期半。与刚进来时期不同，D班现在有了作为班级的统整性。本来的小圈圈开始扩大，上课的态度明显好转。班上会有这些改变，有一个很大的工程，那就是态度改变的须藤。经过体育季的他，并没有时间一久就露出原形，反而因为想在心上人哭北眼前好好表现，越来越守规矩。他的改变刺激了班上其他同学。我们的陆哥呢，周围也出现了些变化。本来很亲近他的几名同学，看到陆哥部分实力后，就不太愿意再混在一起了，因为他们本来会亲近陆哥，就是以为大家都是废物。现在知道陆哥体育惊人后就，另外也有看到陆哥跑得快后，主动向陆哥亲近的女性佐藤麻耶。他问陆哥有没有女友，并和陆哥交换电话号码，完成类似告白的举动。我先说，他不是什么婊子，也不轻浮，只是刚好在体育季上注意到了陆哥的帅，被陆哥杀到，才会有这些行动。至于被这么热情对待的陆哥，倒是不太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就是了。对陆哥而言，他就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普通同学。好在对方也没有直接问要不要交往，让陆哥得以把这问题进行保留。这边有趣的是，本来跟陆哥是上下关系的清井泽，居然主动确认陆哥有没有被告白，还逼得陆哥说出当时的状况。一遇上这种问题，清井泽就变得非常高高在上的。这次的谈话，陆哥知道真锅目前没有在找清井泽麻烦，也交代万一发生什么要立刻联络他。要说没交代的，就是没提醒清井泽未来很可能会被龙原等人物理上的找麻烦而已。镜头拉回到班上，由于读书会的缘故，D班所有人都顺利的度过新学期的期中考，没有人被退学。D班也很难的被班导称赞。不过，这所学校没有这么简单。在期中考后，老师立刻非常无情的公布了期末考的游戏规则。下次小考不会影响成绩，但会决定期末考的分组。每个小组各科合计都要60分以上，总分要超过700分上下，以及最重要的，要赢过对手的班级。这次考试除了要分组外，还要对别班进行攻防，每一个班级都要负责出对手的考题，也就是攻击，同时也要作答别班的考题，也就是防守。攻击的对象能够指定，不过要是有2班同时攻击一班，那就会用抽签决定。举例来说好了 ，C 班攻击 D 班 ，D 班攻击 A 班，那 D 班的总分若是超过 C 班，那就是成功防守 ，D 班将会有50点班级点数。若是 D 班的总分还赢过 A 班，那就是成功攻击 ，D 班又会有另外的50点班级点数。哦，对了，得到的点数当然是从输家那边夺取。换言之，这次的考试除了要跟搭档共同背负退学的风险外，班级排名也很有可能大幅逆转。要是同样班级互攻，一来一往下就会有200点的差距。所
顺带一提，不要把学校当白痴，他们会审核考题适不适合，不会完全放给学生乱来。听完了考试规则，D班的首脑集团立刻开始讨论对策。和体育系不一样的是，杰田这次凑了过来，即使知道他是叛徒，哭北考虑到他在班上的立场，也只能答应。不过他这次学乖了，在讨论会前立刻找陆哥商量该怎么做，并且向陆哥道谢体育系的协助。他先是把他知道的杰田的过去告诉陆哥。这时候他其实只知道杰田是学校的大红人 ，and 谣传他的班级以他为开端出现崩坏这2点而已。听完这些，陆哥认为如果是单方面的被讨厌，那就不可能成功说服对方，只能逼杰田退学，才能让D班继续前进。令陆哥没想到的是，哭北居然完全不想放弃杰田，而是坚持选择了说服这条更困难的道路。讨论会上，他们一下子就推理出了小考分组的规则性。他们是根据查住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，过往的期末考只有1-2组学生退学，推测出小考成绩决定的分组方法不可能是低分跟低分的组在一起，因为低班光是低分群就超过10人，历届也不可能更少。换言之，只有可能是高分的跟低分的配。而这种配法最危险的其实不是最底层的一群，而是在及格边缘的那一群。另外，他们也讨论出要确实缩短班级点数差距的话，尽管不确定各班的学历，但攻击 C 班应该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至于 C 班这边，在体育季被计算的龙源自然不会单方面的挨打，他假装调查全班手机，观察班上同学的表情，看看哪一个怕的要死，轻而易举的找出班上的叛徒真锅等人。被点名到的人也觉得无法再藏了，只好把欺负清井泽 and 被不知名人物威胁，全盘向龙渊坦白。听完这些的龙渊，不像普通 ACG 中的暴君非常暴怒，准备惩罚叛徒，反倒很冷静的筛选可能的幕后黑手 X。但由于陆哥藏得很好，目前根本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龙渊也只能将目标先锁定在清井泽上。场景回到 C 班，在向高年级确认小组的分组规则后，哭北立刻向 D 班公开这项情报，并要求成绩好的人要确实拿下高分，差的要故意0分，其他以此类推。小考结果出炉，分组果然是按事前所想的那样 ，DC 班也刚好能够直接对决。要说唯一意外的是，小考的题目有的简单到连小学高年级都会，这学校真够恶劣的，还想故意打坏平衡啊。分组上，陆哥再次发挥神谕，被分到了跟佐藤一组。其他组明显有问题的，则是山宅鸣人和长谷部波流家这一组。很不可思议的，这2人擅长与不擅长的部分完全重叠，甚至连在哪里答错都很类似。要说不一样的是，长谷部不太喜欢跟太多人混在一起读书，山宅则是不喜欢在都是女人的环境下读书。为了协助这2人度过期末考，功课好的幸村主动接下协助这2位读书的任务。不过，由于这人的沟通能力也不怎么样，我们的陆哥就被哭北要求居中协调，或者是说管理这几位。好在这几人都蛮好说话的，也都很健谈，他们只是不太喜欢窝在大圈圈。如果是独行侠团体，倒是可以过得很轻松自在。因此，这边的读书会就很顺利的开始。除了在一旁疯狂偷看的佐仓以外，哭北这边可以说他是 D 班负担最重的人物。他除了要维持自己的成绩，要教大家功课出 C 班的考题外，还要注意考题不能外泄。要是被叛徒知道了，那 D 班必输无疑。为了最后一点，哭北从体育季学到教训，知道要先发制人。于是他除了打算积极说服杰田外，还准备了另一项反制计划。说服杰田这边，哭北没有傻傻的只是劝说，他还请教伊之濑该怎么办。在他听完伊之濑一系列的说法后，得到的答案是约定，或是说打赌。哭北决定跟杰田正面对决。他先跟杰田说，如果班上要进步的话，2人继续叠对叠也不是办法。为了在未来起码不要互相妨碍，哭北提出了，只要杰田在这次的期末考任意选择的科目上赢过哭北，那哭北就会主动退学。相反的，只要杰田不继续妨碍即可。不止如此，为了让杰田相信这约定，哭北甚至搬出了前学生会长哭北学来作证。话都说到这地步，杰田也答应了这条件。不过，杰田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在他跟哭北交涉中，他有注意到哭北用电话把情报泄露给陆哥，所以为了一口气赶跑2个可能知道他过去的人，他又追加了要是赢了哭北，陆哥也要一起退学的条件。听到了这些，陆哥便决定用杰田过去的真相来答应这条件。就这样，陆哥又摸清一个女性的过去，真是罪孽深重的男人。补充一下，陆哥不是相信哭北会赢才答应这次的赌局，而是有把握让一切朝自己希望的发展才答应这次的赌局。时光飞逝，林小璐这边的读书会很顺利的进行，除了遇到来确认 X 是谁的龙源和 C 班一名很机灵的追名日和外，大致没什么问题。
有意思的是，不止没什么问题，随着每次的相处，这个小组彼此越来越亲密，就连陆哥也不例外，彼此要好到甚至可以互叫绰号和名的程度，小三、小庆、小青，或是启程青龙名人波柳家。有一位看着林小路组越来越要好的边缘人，在陆哥前置的怂恿下，这次才总算鼓起勇气主动加入了林小路组。接下来在正式期末考前，我们陆哥又做了2件事，一件跟期末考有关，一件没有。先讲讲有关的吧。在期末考前1周，我们的陆哥又要清井泽找别人的麻烦。这次的对象不是枯北，是杰田。他要清井泽假装发怒，对杰田泼饮料，事后再对杰田道歉。我们的陆哥要他这么做，当然不是为了看透过去的衣服，而是为了要诱导杰田说出自己有没有备用的西装外套。只有1件的话，之后就能找机会把作弊素材放到他西装口袋里，栽赃杰田作弊。一旦被发现有作弊的嫌疑，那他跟枯北的考试比拼就会无效，枯北也不用退学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备用方案。而跟期末考无关的是，陆哥用龙源的名义，在全年级的信箱放入了一张影印纸。1年 B 班一直来反驳有不法收集点数的可能性，龙源箱。陆哥会这么做，推测目的是要试探他持有高点数的原因。而被这么陷害的龙源，自然猜不出为何 X 要这么做，只知道 X 的手法很高明，利用龙源不会否认这点，彻底栽赃给他。而被这么怀疑的伊之濑，在学校调查后，自然是查无不法，消除了大家对他的疑虑。在期末考的前3天，陆哥和枯北一同上缴 C 班的考题。这时，他们遇到了事先埋伏想看枯北笑话的龙源，于是很奇怪的3人就一起进入了老师的办公室。当枯北上缴考题后，为了避免发生跟体育季一样的失误，他要求老师要枯北本人同意并且在场，其他人才能浏览这份考题。听到这条件，老师只是稍微提醒一下其他事，便受理了这份请求。正当一切看起来底定时，枯北忽然察觉到有人提早给了老师1份考题，也对老师提出类似的请求，而那份考题其实才是真正被受理的考题。事先这么做的那个人，从老师口中得知，不意外的就是杰田杰根。现在距离上缴的最后时间只剩下2小时，他们不可能有时间把杰田找来要求更换题目。这一次，枯北又完全的败北。看着失败的枯北，藤原笑着离去。才怪！这一次枯北有算到杰田会来这招，所以他在期末考详情出来后，立刻拜托老师让自己有提交题目的权利 ，and 不管任何人过来，老师都要假装受理。枯北的这一先手高明到，甚至连陆哥都没有事先察觉到，彻底让杰田和 C 班摔了个跟斗。才怪，重摔的只有杰田而已。在期末考上，杰田发现数学题目居然跟龙源说好的不一样，不知所措的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作答，而其结果就是只拿下了不到80分，远远不及枯北的98分。因此这次的考试打赌，枯北胜利了。输掉的杰田虽然有答应枯北不会再妨碍他，但也有表明只是不会妨碍他而已。事后被这么一搞的杰田，当然跑去向龙源兴师问罪。这时他才知道，他跟龙源交易的题目没有被老师采用，龙源没有得到任何回报，所以他跟龙源的交易直接失效。事情进展到这，如果我用小说内的视角继续讲故事的话，可能会让某些观众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所以我接下来会用陆哥的视角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。在陆哥被卷入枯北和杰田对赌后，陆哥立刻猜到杰田会提早交给老师 C 班出的题目，以交换数学考试的题目与解答。前者就算不管，顶多是 C 班班级点数大幅领先 D 班，并不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影响。但后者就不一样了，自己可能会被退学。为此，在确认了杰田只有1件西装外套后，便决定找时间偷偷把作弊素材放进去。陆哥这时决定用的素材还只是普通的小抄，并不是正解。可当他知道枯北已经先一步压制龙源和杰田后，他便不希望用他原来的方式陷害杰田，而是打算让枯北赢来结束这次的对赌。陆哥用了枯北灵因识破了龙源与杰田的计策，并先发制人这项宝贵的情报，和龙源交易了 C 班这次要出的考题和解答，或是大幅变更提供给杰田的题目。前者只要陆哥拿到手，杰田作弊的事情就会变得异常真实，杰田就更可能被退学；后者则是单纯的能让杰田无法考赢枯北。对龙源来说 ，X 提供的这项情报重要到他们班还有3天的时间准备考试，不会完全爆炸。因此，这时候的龙源选项有3：一、不服从 X 让杰田获胜，但这样枯北有可能会被退学，这发展不是龙源想要的，他想要看的是枯北输在他手上时的表情。2、不替换题目，只让 X 揭发杰田作弊，并让杰田退学。
这发展由于是 X 的理想型，龙原也不想被 X 牵着鼻子走，所以龙原最终选择了3，两个都答应。变更题目不难懂，只要哭北赢了，那 X 就不用让节田退学。至于连解答一起给鹿哥，我猜是龙原为了确认自己的推理是不是正确的所做的布局。结果果然这次的第一班考试正解出现在节田的口袋里，这表示在龙原考试前3天的猜测也是对的。这次的考试过招，最后被哭北鹿哥和龙原引导成彼此都不知道对方题目的正面交手。要说唯一不可避的问题是，龙原透过真锅和节田确认了联系 X 的人物清井泽惠。为了挑衅 X， 龙原把清井泽的照片寄到了鹿哥的信箱。看到照片的林小鹿青龙只默默的表示：“你就别留下悔恨的权利攻过来吧，我会配合你喜欢的舞台跟你玩玩。”至此，第6集全部结束。在这边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才有了这一集，但我要补充，这部的文字稿是在上一支影片上片前就完稿的，所以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。再来，真的好难写啊，光是理解背后每一个人的盘算以及盘算的时间点就比教科书还难懂，写起来比我考试时的论述还难写，所以我需要大家大力的支持 and 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才能够好好完成下一本小说的内容。